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跟一朋友聊天呢。忙吧。好吃吗？迟到了13分钟52秒。赶紧吃，吃完了回家。我还点了一份巧克力蛋糕呢。服务员，来杯冰水。可是你这样做，你有没有想过我朋友怎么看我啊？能看你笑话的吧，他就不是朋友，你就根本没必要在乎他们。咱俩是绝对不合适，而且我这辈子不会结婚了。要不这么着，我看咱们那儿小金不错，我给你俩撮合撮合。何必呢？你好，一杯冰水。谢谢。给我15000。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我得换把琴了，现在那把不太顺手。去年刚给你换了把琴，那琴挺贵的，为什么要换啊？那琴是15000，不是15万，而且我要换，肯定有我换的道理。你又不懂音乐，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我是不懂，但是你也不能沉迷于音乐。你现在已经上高中了，不能玩物丧志，得心放在学习上。你长大之后总不能靠着弹琴过一辈子吧？不是，你要不就好几天失踪见不着人，要不就一见我就给我吃堵心丸，说我这不好那不济的。你夸我一句有这么难吗？那你见我一面还不是开口管我要钱？你这是养尊处优惯了。你知不知道，你要的那笔钱啊，很多家庭月收入都不止。你给我听好了啊，你现在也不小了，你也得为自己的将来做个打算。我要这钱，我就想单纯的换把琴，我又不是干坏事去。不是，你这么多年，你尽到过一个母亲责任吗？在你心里，工作是不是永远都比我重要？你不管我的童年可以，请你不要插手我的未来。哎，服务员，买单。小韩，小韩。现在的孩子挺不好管的哈。哼，是啊，遗传基因不好。你这些年还好吗？很好。这10多年来，你好像也没变。那我走了。
喂，爸，怎么了？你在哪儿啊？找你一宿怎么不开机啊？不，跟我妈又吵了一架，她找我，我就关机了。妈出事了，赶紧来医院吧。我不该在这时候出差。如果我在你妈身边，她也不会因为药用光了救治不及。是你报的警，你叫救护车吗？我当时正跟你妈通电话谈工作的事儿，结果她突然就犯病。那他不一直有药吗？那最近公司有点危机，你妈也比较焦虑，可能把药的事给忘了。别怪我，如果能提醒她一下，或者提前给她备好药就好了。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到底是我的错。喂，先生，您看海景房吗？看墓地。涵涵，妈妈也没想到，我们母子的关系竟然糟糕到不能面对面、心平气和对话的地步了。妈妈写这封信不是教育你，只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你说的对，妈妈没有权利指责你的生活。这些年，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对你关注很少。妈妈是个失败的人，对公司投入那么多，现在却要濒临破产。虽然公司的违法操作不是我亲手所犯，但作为法人，我责无旁贷。妈妈知道你很有艺术天赋，只是不想看你走上落魄艺术家的路，把音乐当成闲暇时的消遣，苦闷时的寄托，它才会给你带来快乐。若变成赖以生存的工具，它会成为你一生中不能承受之重。这只是妈妈的想法。你这些年的压岁钱，我都作为教育基金存到了你的名下，应该足够支持你的学业了。去选择你喜欢的专业吧，不必顾虑妈妈的想法。妈妈无条件的爱你，信任你。
你干什么呀？我不干了。客人骂了你，你也不该泼他脸水。你作为我的丈夫，你的妻子被人欺负了，你却站在那儿无动于衷。好，那我做任何的决定也不用同你商量。我在飞机上不光是你丈夫，我还是这架飞机的副机长。我就是不能苟同你这种看法。你把你的职业看得比什么都重，甚至我的尊严。你保持尊严，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你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尊严大过于我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情、职业，甚至是婚姻。后天你不是轮休吗？我现在就回去收东西。后天一早，民政局见。The ocean under heavy leaden skies, a land so fair and magical that's greener than your eyes. There's wild here in the water and there's mischief in the wind. Sure, we're blessed to call it home, it is an honor to defend. Since I was just a chiseler, there's a bounty on the head. 状态调动起来，好的。这回人不错哟。我没电话。好，继续啊。啊，回来了。你去帮我美术马蹄点吧，有个葬礼，去替我跑一趟。谁葬礼？不是还我替你去？我这忙着呢。哎，小点声，小点声。谁死了？小薇。不是小，你这消息属实吗？刚刚我们以前机组的同事发消息了。其实我昨天晚上还碰到过他，看起来生活还不错，没想到突然。哎呦，你说你们这分开10几年没见面，出事之前反而遇上了。总之是我对不起他。如果早知道这样，我昨天就该跟他道个歉。那你更应该送他一程啊！你别让我去啊！我刚才申请调班被拒了，没办法，刚闯大祸，现在没什么发言权。那行了，知道了。我让你帮我带的东西，你都带了吗？都带了，大小姐，在箱子里呢。那我哥给我买什么礼物了？你哥那个穷光蛋，能给你买什么？这趟旅程已经花光他所有的积蓄了。我回来之前还把我爸给我的几千块钱都留给他了。干嘛？哎呀，他害你！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给你买戒指。没向你求婚啊？求什么婚啊？看出堂哥邪念了。那个我哥肯定是因为他现在没找到工作，然后不能许你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才没求婚的。理工男都这样啊。哎呀，他对我倒是挺好的，只不过这趟旅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讨厌鬼，哎，害我差点留在海里喂鱼。喂鱼？什么情况啊？行了，我们回家再说吧。哎呀，那你太可怜了。哎，五哥，听说你昨天把文丽姐给拒了，还好今天没跟他们乘组同班。哪儿听的小道消息？这么劲爆的消息，早就飞满天了。工作强度那么大，八卦心还那么强。这不正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才需要这些八卦调剂一下。这叫消费别人的痛苦，没格调。这痛苦啊，可是你给人家的，你要答应了，这不皆大欢喜了吗？可怜了文丽姐，早知道我昨天就不鼓励她了。你小子别跟着瞎出馊主意啊！
哎，哥，今天天气晴好，这出厂架次也不多，塔台怎么还不让飞啊？我最近啊有点背，我估计今天也不会让咱们顺利的这么出去。你那儿还有复印墨镜吗？给我找一个呗。哟，你那宝贝黑超可从不离手啊！哼，怎么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在澳洲的时候一直带着呢，不知道落哪。6、3落4可不是你风格。喂。哦，好好。哥，厂有点问题，想让你过去看看。啊。你是有病还是欠抽啊？啊！你别说话，我在这儿等了1个多小时了，还不飞？生气啊？什么情况？机长，那个，这位先生，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有什么话呢，冲我说，别跟我们乘务员嚷嚷啊。好，我冲你说，我对你们这趟班机非常不满意。我不满意的是，我为什么你们这趟飞机还不飞？啊，咱们乘客是因为流控的原因生气的是吧？那怎么不用内舱电话跟我说一下呢？不是的，这位先生一上飞机就睡了。我刚看了一下，他是经济舱的票，我想去提醒他来着，可他一看到还没飞就急了。这位先生，罗先生是吧？先跟您道声歉，飞机延误了。第二个呢，冲我们乘务员这么嚷嚷，不对吧？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一上来我就闭上眼睡觉了，我一睁开眼，我以为飞机就到了，没想到还没飞。本身就1个小时的航程，让我在这儿多等了1个钟头，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你负得了责任吗？你听我讲啊，我没很急，但飞不飞不是我们的事，航空管制员的事儿。哎，会不会因为你平时不太会做人啊，跟人家管制员这交情不怎么样，所以人家才一直让你在这儿等啊？我这人平时做人啊，确实不太周全，但有一点啊，我绝对不会跟女人嚷嚷。吴哥，塔台上放行了。啊，那个罗先生。通知您一下，塔台放行了。那你在这啰嗦什么呢？开飞机去啊！起飞之前呢有俩事儿啊，第一，赶紧给我回经济舱去；第二，跟我们成员道歉。我道歉？我凭了什么跟他道歉？他吵我睡觉，我要跟他道歉。第二，你们一直不飞，耽误了我的事儿，怎么办？你负得了责任吗？哎，我再问一遍啊，道不道歉？你知道我是谁呀？你让我跟他道歉？我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要签，你误了我的事，你担得了责任吗？小金，你去查一下这罗先生有没有托运行李，有的话赶紧给我拿下去。第二，通知机场保安，把人给我请下飞机。哥，要不咱算了吧，那这些事耽搁了，一会儿又得重新排队。请进。他是公司财务部的刘乐。谢谢。姐，肖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忙于事业，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因此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光。从今往后，我和萧寒将会继承他的遗志，好好生活。对不起啊，李叔部长也没好好招待您。麻烦问一下，您是肖薇的？啊，以前的一个老朋友。啊，您方便留上名片吗？啊，可以。您节哀。谢谢。
安排的苦差事完成了啊！我最不愿意面对那种悲悲切切的场合了。葬礼怎么样？肖薇的家人都去了吗？葬礼还算是体面，就是有点冷清，世态炎凉了。人死了之后就是一缕青烟，感受不到所有的委屈跟恐惧，也算解脱了。就是那孩子可怜点儿。哎，对了，肖薇她老公有点奇怪啊，非追上我管我要名片。我在外地呢，晚点回上海之后，咱们小院里见。再说。Yes， 全都是我，这是我的。哦，你新买的眼镜被压瘪了。眼镜？我没买眼镜。你看，都碎掉了，挺特别的。啊，这是那个倒霉鬼的，你小心别被刺到啊。哦，那你要还给人家吗？都这样了，怎么还？管他呢，我不可能再见到他了。哎，我问你啊，你觉得我去澳洲怎么样？你不是劝我哥回国的吗？你怎么要去澳洲了？不是，我觉得我跟叶欣异地恋太久了，我的爱情我得自己捍卫。说的对。但是你老爸那头能同意吗？之前我考上沃顿国际的时候，他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但后来还不是默许了我去那儿上班。这次关乎我的人生幸福，他肯定不会阻挠的。你什么时候把嫁人当成人生的目标了？你的人生目标不是当一个麻辣女教师吗？就算去找你哥，我也一样可以实现我的职业理想啊！我这么大一块金粉，到哪都能发光发热的。再说了，我不希望你哥是因为我才回来的。若是他发展的不顺利，他会不自觉地怪罪到我身上。那你万一倒是怪罪他怎么办？哎，这就是本小姐的不同之处了。我的人生我做主，一旦我做了决定，就不会怪罪任何人的。哎呀，看来我哥给你洗脑洗得不轻呀，幸福哟，你太可以了。喂，郑队，落地了，马上到飞行部来一趟。这么快，催命电话就打来了。哥，要不一会儿我们几个一起跟你去郑队那儿，给你做个证。做什么证啊？我又不是小白菜，就去一趟。哎，你们也反思一下啊，别出了事之后咱们再纠正，那样很被动。在客人上机之前就把票查好了，知道吗？啊，知道了。啊。这是什么？我就说您啊，老张，多去一线走一走，这是咱们的航空餐啊，飞一趟浪费率60%，这口味吧，不光影响咱们公司形象，而且给咱们国家粮食造成巨大浪费。挺会转移话题呀！大清早跑我这投诉盒饭，哎，我这也有个投诉，有个白金卡的旅客投诉你，怎么回事？我知道，那叫恶人先告状。那他提没提他在飞机上咆哮骂人这件事儿？他提没提他拿着经济舱机票，非得坐头等舱这事儿？你把他请回经济舱不就行了吗？道不道歉有那么重要吗？那咱机组人员的尊严也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真正的尊严是无投诉、无事故。我说吴大爷，人家都是吃柿子专点软的捏，您怎么专点硬的捏？你得罪谁不好，你非得罪这姓罗的这大爷。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超级网红，知名大 V， 微博粉丝上千万的。他的微博上一发言，成千上万的粉丝跑到咱们官博上留言，你来看看这些评论，对公司声誉造成极大的影响。您这上次护照损毁的事儿还没结束呢，怎么又给我整出一事儿来了？那他大 V 他是公众人物，那他就应该有公德呀。他也不能利用公众力徇私，抢占舆论制高点，颠倒黑白吧？
这叫做人没底线，这叫。现在没有公德、没有底线的公众人物多了去了，您管得过来吗？您有资格管吗？他是什么人我不管，但现在的形势对公司很不利啊！已经有网友发起了联名抵制搭乘天机航空飞机的活动，怎么办？您这一冲动，公司要挽回声誉得费多大劲儿，你知道吗？咱公司是什么态度？你呢，想办法找地方道歉，争取人家的谅解；我呢，想办法把这事压下来。我给他道歉啊？不可能，我微博还几十万粉丝呢，我俩 PK 一下，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发网上去，不就行了吗？不是，就您那1万多僵尸粉跟人家上千万粉丝 PK 啊？打住吧，别给我捅娄子了。如果你还想穿这身制服的话，给我在微博上闭嘴。用句专业点的词儿讲，禁言。禁言，这叫助纣为虐，这叫纵容小人。不想飞了是吧？想做办公室了？行啊，你看好地勤的哪张办公桌，你跟我说，我马上可以安排。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你如果让这个事件扩大的话，你有可能连飞行的资格都可能失去。虽然您的飞行技术说一不二，但现在公司很多领导对您的工作态度有非议呀。拜托您把您的大尾巴加2天，如果您再惹事儿的话，我可真保不住你了。作业放着就可以了，谢谢。林老师，哎，王老师，怎么啦？我来找你是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我听说你澳洲有朋友是吧？啊，有啊有啊。你想去那里玩啊？不是玩，是我的女儿珊珊考上了悉尼的大学，过几天呢就去澳洲去。恭喜恭喜！可是我担心她人生地不熟的，我想拜托你的朋友能不能帮忙接机？那没问题，我给他打通电话就行了。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哎，那他是在外头租房子，还是住学校的宿舍？他说要在外面租房子，整天在网上搜，不过到现在还没找到满意的。我还真是担心他到了那儿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地方住。别担心，别担心，我也请我那位朋友帮忙问问吧。哎呀，那我怎么感谢你啊？不用，你平常这么照顾我。好，那谢谢你啊。好，那你先上。谢谢谢谢。哟，等着我请吃饭呢。啊？哎，老大，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哎，队长，我又处罚你了吧？我当时啊就该死命拽住你，不让你那么冲动就好了。你拽我也没用，这种人就该教训，10年前就该教训他了。怎么？你们有救援啊？也没有，没大事。就是郑队呢让我夹着尾巴做人，说我有尾巴，有尾我齐天大圣啊！我是，你什么见过齐天大圣夹着尾巴做人啊？有，这当初给压在五指山下的时候。老大，你做人啊，真该低调一点。以你的飞行水平，甩其他几个机长好几条街呢。对呀，这飞了10多年，飞行事故几乎为零，早该提拔到行政岗位。就是因为你为人太耿直，所以啊，才没有晋升的机会，还累死累活的飞着红眼航班。我们兄弟几个都为你鸣不平呢。行了，不说了，孩儿们，让我做办公室，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所谓职场失意，情场，哎，得意，没准啊，我过两天有好事了，有好事了，请哥几个吃饭啊！好，我先走了。
认错一点。你妈走了，你也该长大了。前几天我还叫他给我买吉他，他还训我来了。人总会干一些后悔的事儿，成熟的标志就是后悔的事会越干越少。都是我的错，我就不应该跟他犯浑，要不也不会到今天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不是你的错。你妈看到你这样，她能放心吗？我要走了。你去哪儿啊？你也快成年了，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什么意思啊，爸？这些年来，你一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点生活技能都不会，连面条都不会煮。你知道是先放水还是先放面？连简单的饭都不会做，你以后怎么独立呀？爸，以后这些我都能学会的呀。那你要去哪儿，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呗。我不能没有了妈之后，我就没有爸了呀。公司破产了，咱们家也败了。咱们16年的父子缘分也算是尽了。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爸？我知道我妈走了，你可能比我还伤心，但是你这是时候告诉你实情了。当初你妈跟我结婚之前就已经怀了你。你虽然交了我16年的爸，其实我只是你的养父。怎么可能呢？不是，我生病是你照顾我，你陪我打针吃药，我得了肺炎住院住了这么多天，是你在旁边照顾我，你怎么可能不是我爸呢？从小到大你就从来没有质疑过，为什么你跟我长得完全不像，脾气秉性没有半点相似。那家长会总是你开的吧？亲子运动会也是你陪着我去的吧？我还一度怀疑我妈不是我亲妈了，怎么可能你不是我亲爸呢？那些都不假。这16年来，我也确实全心全意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能陪你们母子走到今天，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接下来，我也该为自己活了。我叫你16年的爸，你说不是就不是吗？这就是现实的世界，很残酷。总有一天你要自己面对，也是你该长大了。来不来呀？他不来，喝完这杯我走了。着啥急？哎，来了，喝上了，等你呢。约帮我拿一个杯子。你能喝吗？轮休2天。怎么了？领导批评你了又？什么是命？这命吧，就是那个括号，左边这括号呢是前半生，右边括号呢是后半生。然后你把这个整个括号活满了，你这辈子就差不多了。哎，我告诉你，人这辈子你活得就算再好，你幸运的话，善终也就3万多天，你不定哪天就嘎嘣一下没了。肖威就是例子。
你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事儿我不同意啊。从医学上讲，死亡是人的生命还有新陈代谢的一个终结，一共分为3个：濒死期、临床死亡期，还有生物学死亡期。行了，打住吧，好吧？你现在不是医生，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有责任把这些医学常识跟2位学渣普及一下。你是学霸，你学霸，你这人不救死扶伤，你在这磨咖啡豆。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那要不是不会胡搅蛮缠，跟那些医闹，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想当年我……行，你俩别跟小学生那么幼稚了。一会儿给我拿点冰块啊，冰块啊！好。你说啊，真是，谁能想到啊？你说肖飞成为企业家，眼看着功成名就了，人突然间就没了。你说啊，咱才30多岁就得面临生死问题啊！你还行，你离过婚，我正经恋爱我还没谈过一回呢。我什么没谈过？上个月你不刚分手吗？我还陪你去卡拉 OK 吼了一宿，白吼了。所有男女对唱情歌全唱一遍，光好心分手唱3回，唱3回。好心分手，他就算不好心分手，他也没用，因为每次分手都不是他提的。行不行？真的，我要说我是24孝男友，我说我是第2，没人敢说他是第1，对不对？我替那帮女的着急。你看我条件多优秀，郊区的房子在那儿了，没有女主人，车跑2000公里了。这个副驾驶没有人，是不是？我曼陀铃马上就上市了。天天你不在我们面前秀，你是活不下去是不是？秀一秀怕什么了？你放心，好人不长命，坏蛋活1000年，你没问题，能活10000年。笑，你老挤兑我干嘛呀？气儿不顺？哎，别提了，我跟你说，今天飞机上得罪一人，说是一大 V， 说有不少粉丝呢。然后，你看啊。他把飞机上发生的那事儿啊，他添油加醋的，他只说出了30%来。霸道机长无端赶乘客下飞机，你啊，霸道。这种人就不该让他当机长。之前弄坏你墨镜，我还有点愧疚。现在我不打算还了，给你这副吧，为民除害。喂，周周，陪我出来喝点酒。这21728个转发，那这老百姓都得觉得是真事儿了。你怎么就突然间就冲冠一怒了就？我当初啊欠肖威个担当，今天算还上了。我现在也特别理解肖威当初受的委屈。和他当初为什么那么决绝了？那你这不能被你们领导开除啊？反正好长时间没歇着了，这回要是让我停飞的话，我就当放自己个长假。不飞吧，上我这儿来，写字儿，搞创作。对，我在你这儿喝着咖啡，我写着小说，我当一回巴尔扎克。哎，巴什么扎克呀？哪有那文采？要是真不行，这样吧。你来我们团里，是不是？没事呢，搬箱子，扯线，弹吉他，给我伴个奏什么的，你也擅长。不落平阳被犬欺，我怎么就沦落到扯线给你伴奏呢？
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但至少还有光。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大人的模样，看岁月剑拔弩张，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